从明天开始，我不能来接你了。为什么呀？我事比较多，也比较忙，你还是想办法换个人吧。你忙王兰的事儿是吧？是，白天我要上班，晚上我要到他那儿去。他最近的情绪非常不好，我担心他出事儿，所以说这么一来二去，你这边真的顾不上了。还有，我不想当你的司机了。不做就不做。你别忘了吃早饭啊。我吃过了。我是说以后别忘了吃早饭。用不着你管。好，我走了。帅哥，你能回避一下吗？我跟他单独聊两句。好。瞪什么瞪啊？眼睛那么小，再什么瞪一条缝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啊？你被打了，严不严重啊？哎，你出来我看看，哪儿受伤了？没事。不是。弄误会了，他是大蹄子男朋友，是前男友，他以为你是他男朋友呢。我知道，他都跟我说了。你知道啦？那你就别误会了。你就因为这个不在我那儿干的？你说你是不是傻呀？长那么大脑子，真为了凑身高的？傻乎乎的，我跟你刚刚离婚，我哪有空档再去谈一男朋友啊？再说我要真谈一男朋友，我还能用你当司机啊？误会就误会吧，无所谓的。什么叫无所谓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就算没这事儿，我也不能跟你在一起。为什么呀？我怕耽误你呀。什么意思啊你啊？你耽误我什么了？你就是一常规司机，你有那能耐吗你？你别自欺欺人好不好？你说你整天跟我在一起，你不耽误找男朋友吗？关你屁事！怎么不管我的事儿啊？啊？你说你跟我在一块儿，第一，我跟你不可能有一个结果；第二，我不可能把你给娶了，是吧？我说让你娶我了吗？我说过让你娶我吗？你先别激动，你听我说啊。小时候，你划过旱冰吗？老师是不是每一次都让你扶一把椅子？为什么？怕你摔掉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你这把椅子如果不扔掉的话，你这个滑冰是不是就永远学不会，对吧？还有自行车学过吧？刚开始骑的时候是不是那个2个辅助轮那一种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如果这2个辅助轮你不把它抛开掉的话，你是不是永远都学会不了？是这样的。还有，你现在好比是腿瘸了，你拄一个拐棍儿，是吧？这个拐棍儿它就是我希望你把这个拐棍儿，还有那把椅子，还有那2个轮子，统统扔掉，抛在脑后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清醒点，你好好找一个男人，你认为能够值得托付终生的男人，好不好？你别给我扯啊！你意思说让我把你扔了，新找一拐棍是吗？是的，我跟你讲，我这条拐棍不但让你越走越慢，甚至还拖拉了你的后腿。真的，你把我彻底的扔了。你说咱俩认识吧？打一开始就是因为演戏儿，是吧？演着演着你是习惯了，是习惯而已呀。是，现在让你去认识一个男人，喜欢上一个男人，了解上一个男人是比较艰难，但是
再难，这一步你也得往外走啊！我这个管棍你可以煮一时，但是你煮不了一世。那我问你，我把你扔了以后，你什么感受？你告诉我，说实话。你甭管。你到底是怕你当我，还是怕我当你啊？我是真不希望你耽误我。我给你打个电话，你给我看那狗。哎呦，从昨天晚上的小雪，来，小娟，来，宝贝儿，听话，哎，对，亲一下啊！快去！那个，你帮我好好看那狗，从昨天晚上就不吃不喝，跑做垃圾，到现在了。不是，那你给我进去先化验一下吧。成，您先验着，好吧？哎，不是，你得先化验，我知道怎么治它呀。我到时候跟你商量一下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有点急事儿，现在我必须得赶紧走，来不及了。那你不能，你得先看怎么治啊，你再走啊。我明白你那意思，我100来万的狗都放您这儿，您还不放心的，好吧？您先看着，您看着。不是，我来取的，好吧？我这有点急事儿。你得看化验结果，看怎么弄啊。好吧，您帮我看着啊。姐，这狗恐怕是要不行了。是狗化验报告，你看一下。谁用看呀？你开的店，你写的报告，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。现在狗是死了，你说怎么着？不是，我当时不说让你在这等一会儿吗？你着急走。有事吗？我等得了吗？我跟你说，别说这么多了，你也承认。哎，狗呢死在你这儿了，咱们别的也别说了，回头你得想着怎么给我钱去了，记住了啊。我的店你也给砸了，你还要怎么样啊？你还敢说赔我钱了？你们听听，他敢说赔我钱了？就他那个店里的，我搬出点东西来，总共也就不到5000块钱，连我这条狗的丧葬费都不够。你狗多少钱？你狗多少钱啊？我这条狗，我100万买的，我这条是条种犬，我也不讹你，50万，要是没有，兄弟。今天咱们别管他们家，连他们家都给搬空了，来抢一抢！哎呀，来这个喽！哎呦，警察同志，您可来了，你们来的太及时了，就是这娘们，过来，就是这女的，把我心爱的杜宾犬，我们家乔学给治了。好了，还可以。他吃的药量不算太大，抢救的也及时。
基本上洗完胃啊，就没什么影响了，可以带他回去好好休息了。哎呀，看你们俩，你说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啊？回家沟通一下不就行了吗？生命多宝贵呀，要珍惜。50万，咱哪来那么多钱啊？那还得赔啊，打官司，我实在折腾不起了。50万呐，这肯定是讹人嘛！不行，我再找人跟他们商量商量，看能不能少赔点。算了，回去歇着吧。走吧。哎，哎呀，怎么了？不是，可能刚才拉我的时候，哎，这个筋让他们给我抻着了。哎呦，不行不行，那你赶紧去医院看看去。行，快快快走！不行，这万一是内伤呢？走吧，走吧，快。没事，给我磕了一下。忙呢？吃一口吧。不是你这不吃不喝的也不行啊，这也不是着急的事儿。不行，咱就跟他打官司。我有好朋友，她老公就是律师。不行，明天我就问问他。别着急了啊。刘斌跟我说，不想再见我。想他的事儿。哎，不是今儿。医院里碰见女的谁啊？我不知道。想这干嘛呢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现在应该想想，怎么把我这店才能保得住。吃点东西吧。他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有点擦伤，店里出了点问题。怎么了？一言难尽。我现在在家里不好说，那天再说吧。好吧，拜托你照顾好他。知道。我喜欢吃提拉米苏，女人都这样。心情不好的时候呢，就想吃甜点，想吃提拉米苏。
那狗的主人就闹起来，现在非让周青青赔钱，说要不就告他。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？那他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反正就想办法呗。我现在正找人从中调解，看能不能少赔点，把这事儿给解决了。派出所那边也得调解，要不然只能上法院了。你说那人真行，一张口就50万，这不是抢钱的吗？50万啊！太过分了！你这样讲，你告诉青青，让她别着急，我呢，也帮她想想办法。哦，对了，咱俩见面这个事儿，你别告诉她。你把这个给她，让她吃一点。什么？蛋糕？你就说你在路边小店买的啊，有什么情况你随时告诉我。行，那我走了。啊？来。这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你找这儿来了？你弟弟。我弟又惹什么祸了？你也知道，你弟弟不是一时脚踩两条船吗？现在船翻了，这事让王兰知道了，俩人打得稀里哗啦的。王兰把你弟弟从家里给轰出去，彻底闹掰了。哎呀，你这个弟弟啊！嘿，你这黑呀哈呀的，我弟弟到底是怎么了？你倒快点说呀！他现在跟王兰啊是没完没了了，要么俩人和好，要么就让王兰给他赔钱，弄得王兰现在酒吧都开不下去了。你也知道，这王兰跟你的岁数差不多，本来呢人家想好好的谈一场恋爱，结果现在呢骗钱了又骗色了。你都不知道前2天为这事儿王兰都吃安眠药了，幸亏发现得早，要不然人就……你说你这个弟弟，别害人呐！这个混蛋真是越活越回去了，他这是。你也别生气，我跟你说这些没别的意思，你好好劝劝他，行不行？我知道了，赶紧回家吧。拜拜啊！这一天我真是没裂开，本来就支撑着才能凑合着给他经营起来，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不是，你也别着急，做生意就这样，也没有那么顺顺利利的，肯定得出点差错嘛。你别想的那么不开啊！不是，你这一天不吃东西了，身体受不了，咱要不先出去吃点东西去？不饿，你去吧，我在这待会儿。哎，我今天在来的路上看见一家店卖的蛋糕不错，尝尝，尝尝吧，尝尝吧，尝尝吧，尝尝。当当当当，哎，怎么样？勺子、叉子，选哪个？勺子吧。嗯。你在哪儿买的啊？我在那个我们家那边路口新开了个小店，我看不错就给你买过来，上面写着 I love you。哎，味道真挺好的。嗯，你也吃点。嗯。哎，你是买房的那个于先生吧？对，我是那个小平房4合院2环内那个。对，我姓尤。你来看房啊？你什么时候来啊？哦，马上。好，我等你。怎么办呢？我的钱只够过下个季度的房钱了，更谈不上赔偿了。
要不把店关了吧，反正盘出也不值多少钱，我也开不下去了。不行，周青青，这个店是你的梦想，这是你想要的生活，你不能放弃。我就不该有这梦想。不是你现在怎么了？这么点打击就这样，至于吗？不就点钱吗？我跟你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用钱能解决的问题，它就不是问题。咱俩是响当当的女汉子，当时说好的，遇到任何事情不轻易放弃。可是不放弃我还能怎么办啊？总会有办法的，这不还有我呢吗？这样，先跟他们谈妥赔偿的事儿，然后再想周转的事儿吧。大蹄子，我让你操心了。那怎么办？你是我的真爱吗？青青，这是你想要的生活。你按照别人的意愿活了30年，你刚鼓起勇气决定改变自己，现在怎么说放弃就能放弃呢？这段日子我觉得，虽然店里的事情艰苦了点儿，辛苦了点儿，但是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你回到店里，你看到那些猫猫狗狗，你就会很开心。看到这个我也开心，所以我觉得你真的不能轻易放弃。对，你说的对，不能放弃。这是我多年的梦想，我好不容易干了自己喜欢干的事儿，怎么就放弃了呢？绝对不能。肯定有办法的。哎呀，我这个月光族真是的，估计现在卡里也就1、2万，要不是你明天先拿着用。哎呀，好了，你就别操心了，也不能一直这样吧。哎，要不我把这房子押了吧？我跟你说，你别瞎想啊，淡定，这事儿不是这么瞎说的，先想想办法再说嘛。我走了，注意点安全啊，你自己好好照顾自己。喂，刘斌，啊，我跟你说，今天都是要把房子给抵了。哎，行吧行吧，明天见面再说。好，拜拜。钟婷，你来干嘛？你没事吧？脸色这么难看。没事儿。怎么，你和你未婚夫出什么问题了吗？你问这个干嘛？我很久没看到他的车了，所以过来看看你。哎，你不会天天在我们家这儿监视我吧？是，确实我每天都会过来，但是你千万不要误会，我也不想打扰你，我只是看不到他的车，所以有点担心你。钟婷，出什么事了？分手了。什么？你不说你订婚了吗？分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很正常，用不着你操心。你说你要和别人结婚，不愿意理我，那么我尊重你的选择，只要你开心，只要你幸福就好。可现在你这么快又和他分手了，你让我怎么想？我们认真的谈谈我们的问题。钟婷，你不要再逃避了，让我们共同去面对。我现在不想谈了，过段时间吧。这段时间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去做，等忙完了，我跟你谈，行吗？需要我做什么吗？不用。需要我的时候，给我打电话，不要躲着我，好吗？我不是陌生人。
飞机票代收处。飞机票代收。这儿呢，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哎呀，咱俩这不骑驴找驴吗？兄弟，这是50万。不是，你哪来那么多钱？哎，不，你让我看看你，你确定你身体各器官还在？我把房子卖了。我一老爷们儿无所谓，我一人吃苦，全家不饿，我哪儿都可以住。行，好，提青青，谢谢。但是这钱我不是青青要的。这钱儿啊，你还真不能给他。你这样，你帮我找一下这个事主，我去摆平这个事儿。摆平这个事情以后呢，你就跟青青说是你找的朋友摆平了。哎，他要是问你这钱是从哪儿来的，你就说是你的钱，千万不能提我啊。为什么？不是，你把你自己所有都付出了，你不要回报？哎呀，我无所谓，一个老爷们儿怎么样都行。她一个女孩子家，我不能让她受那么多的压力，背那么多的债啊！我就让她轻轻松松的，让她高高兴兴的。你替我保密好吗？一定要这样？必须得这样。你说这个事儿吧，她要是接受，她又背上感情债了，又不能轻装上阵了。我就是想让她轻松忘掉一切，忘记我，重新开始。你替我保密行吗？谢谢。这事儿，牛斌，其实你是个好人。就那样吧。这事儿啊，打死都不能说啊。哦，对了，那你知道那个事主在哪儿吗？他在青青店里有登记，我已经记下来了。喂，三儿，这车你给开哪儿去了？这轱辘都快成方的了。老板，老板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跟你说。二位，对啊，今儿来的还真不巧，要修车呢，比晚点能不能等？我那几个手今天在其实。我们不是来修车的，我们是青青主厨店，来跟你谈一谈狗的事儿。狗的事儿不是跟你说了吗？给50万，这事儿解决了。好吧。哎，对，你们怎么找到我这儿来的？暗地里查我是吧？我跟你们说啊，现在可是法治社会，别老耍什么花样。那个兄弟，我们今天来是带着诚意来的，你也看见外边下的很大，钱儿我给你带来50万，一分不少。说心里话，你是爱人，我们也是爱人。你说发生了这件事情，我们心里也都不难受。就是我们那个店主，他3天3夜没吃饭没睡觉，他的心情不亚于你难受。他又是个女孩子，他顶着多大的压力，你又带着人到他店里砸了，他更难受。我今儿把钱带来。但是有一点，你答应，你拿到这个钱以后，你不要带给他，这个事儿到此，好吗？大哥，你知道他是干嘛的吗？他就是一酒吧给人打工的，他一个月挣多少钱，你想也能想。这卡里这50万，是他把自己房子给卖了，你就饶过我们行吗，大哥？您说这话也是个实在人。既然拿您这个钱了，但我也不全拿，我不把您朋友那个店给砸了吗？对，就拿出一部分，把他那店重新装修一遍。好，兄弟，那咱俩就君子协定。大哥，你放心，肯定是君子协定。答应您了，我就不会去了，好吧？
我刚才跟你说的话，你听进去了吗？啊，你听没听进去啊？你能不能不再干那个不着调的事儿了，不再干让人瞧不起的事儿了？哎呀，咱姐俩不是说好了吗？你走你的阳光大道，我继续走我的小独木桥。你说你操这么多心，你累不累呀？我告诉你了，你不用告诉我了，知道吗？你就继续照顾好你的男人，好好过日子。啊，对了，谢谢你准备的菜和酒。敬你们俩一杯酒，祝你们幸福。你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！咱们再想想办法。他还年轻，还没有定性。本来呢是想绑个富婆，混日子，没想到呢这个美梦破了，他不甘心呢。等他这口气儿啊顺过来，哎就行了。哟，刘先生来了，快请进，请进。在吧？啊，在。我们小姐在楼上睡觉呢，要不要我叫她一下？啊，那行，那你们请。我正好出去买点菜。好。哎，去。这就是那王老板他们家呀？少点声，休息。简单的说，就是他让一小白脸欺骗感情了，现在那男的还要上门闹事，是这意思吧？对啊。太过分了！你放心，有我在。嘿，你要让我碰就轻饶不了他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让你来不是来打架啊，你就是照顾他。你说我一老爷们儿不方便吗？放心，我就在这看着，我还能帮他做饭呢。好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保健品的事儿，我忙完以后我帮你去买，保证不耽误你的业绩啊。哎呦，我是这么小气的人吗？哟，刘斌，老板，你来了。这是我妹妹燕子，我让她来照顾你几天。刘斌，你就别费心了，我都已经死过一次了，不会再想不开了。那个王兰姐，你就当我是过来陪陪你，没事呢，我跟你聊聊天儿。你要是不想说话啊，我就一边待着，然后到饭点把饭给你一做。你是我哥的恩人，你就是我的恩人，反正你有什么事儿你就张嘴，千万别跟我客气啊。这妹子倒是挺爽快的，挺招人喜欢的。哎，我来。怎么又来了？我去。来了，还生气呢？哎，别生气了。我不想见你。不是我跟你闹，不都是因为爱你吗？爱你才变得这么着急。爱？你配说爱吗？不是，你看你。沈铁军，强拧的瓜不甜，人家王兰现在不想跟你好，你别在这赖了吧唧的好不好？哎呀，是他们家，然后你跟我说这话，哎呀，真好笑你。那你算干嘛的你？啊？王兰，我跟你说啊，分开也行，但是你想好，我沈铁军可不是那么容易放手。算个干嘛的呀你？你看你玩世不恭这个样子，花花公子这个样子，我告诉你啊，沈铁军，抛开我是你前姐夫啊，咱俩是两个男人，我跟你说几句，站没站相，坐没坐相，软塌塌的，炸了！你有什么资格在这来找啊？骗人吃，骗人喝，骗人感情，骗人钱财，你这叫什么呀？
你是男人干的事儿吗？啊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这样做会要遭报应的，遭天谴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不是有这么句话吗？叫人在做，天在看。王兰为了你差点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刚刚从医院回来，你还有脸站在这儿大言不惭地说这个？行了，我真的没想到会是你。我刚才还在想着门外是哪个王八蛋，我一开门居然是你，沈铁军。我跟你姐是好朋友，我每次见到你，你知道我怎么想你吗？我一直觉得你是个好人，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？是，咱们都是来北京打工的，咱们都是外地人，在北京生活不容易。可是我一个女孩，我都能挣这种干干净净的钱，我都不怕吃苦，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？你以后怎么面对你姐呀？我跟你讲啊，沈铁军，说完这些话以后，我走。你要是个爷们儿的话，你给我堂堂正正的从这儿出去。你好好想想你的所作所为。我希望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、干干净净的人。其实我沈铁军也没那么坏。王兰的事儿，我也是才知道。那麻烦燕子照顾好王兰。我这次来，只想跟你说声对不起，发自内心的跟你说声对不起。不许太开心，不许太高兴哦！3、2、1，哒哒哒哒！嗨，周老板，怎么样？高兴不？我跟小红收拾一天呢。是啊，姐，我们俩收拾好久呢。今天钟体姐把咱们的设备仪器都换成新的啦。怎么样？你干嘛？你哭什么？哎呦，你听我说，我呀七拐八弯的找到那个找你索赔那个狗主人，人家跟我说了，没事儿了，就赔了几千块钱。这些设备什么得花多少钱呀？哎呦，没事儿，我找我朋友便宜卖给我的，搞定了。以后你挣钱再还我呗。行了，大弟子，你绝对我真爱，我13多年的真爱，13多年的真爱，真爱。哎，你听我说啊，咱们现在把气球给放掉，就证明我们再次开业，以后大吉大利，好不好？明天就可以重新开张了。小红，谢谢你。谢啥呀，姐？那不应该的吗？行了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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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高兴点，多开心！来，我们在这儿把这个气球给放了。1、2、3，大吉大利！啊，有请人来了，他们正在吃饭。在啊。小姐，刘先生来了。周斌，哥，吃饭了吗？赶紧坐下吃饭吧。我吃饭了，老板，我吃了。吃过了。怎么了？有事儿吗？哦，是这样。啊，我家里边遇上点事儿，我把房子卖了。那么租房子呢，一时半会儿我又租不到，我想在你这儿借住几天。嗨，说什么借住啊？你就把这儿当你自己的家，你想怎么住就怎么住。正好，你们兄妹俩陪我做个伴儿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怎么好端端的，突然要卖房子了？啊，一句两句的也说不清楚。好，那就不说了。哦，对了，那小子这两天来了吗？
没有，自从上回咱俩把他骂跑之后，再也没来了。有燕子在，他就不敢来了。燕子，有你在真的很好。你看，你又会做菜，又会哄我开心，真的，谢谢你们。进去吃饭啊，好，你赶紧吃。你要不要再吃点？我吃。没事吧？坐这么长时间，累不累啊？马上就来了。姐，不是什么事非得要我来啊？这孩子不是你的呀，是我自己弄大的，是不是？是我让他给你打的电话让你来的。你知不知道她怀孕多长时间，肚子都这么大了呢？一次检查没做过，你说逗不逗？可笑不可笑？人刚才医生说了，说营养不够，低血糖。你看这孩子都瘦成什么样了啊！别抖行吗？别抖，我跟你说话呢。听着呢。你说你这么大个人，这么高个大个子啊，不也是从这么点儿长成这样的吗？啊，是不是啊？真是的，你就是不替你自己想，你是不是得替这孩子想想？那是你的孩子，知道吗？喂，大白，你又怎么了？喂，燕子，在哪儿？我忙呢，你说。啊，我儿子回来了，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个饭。啊，吃饭我可没时间，我最近特别忙。是不是这个月的任务还没完成啊？你告诉我还剩多少？我全给你买了。我谢谢你啊，不是能拿钱解决的事儿，我必须得亲自出马。那好吧，拜拜。哎呀，怎么那么大糊味儿啊！看来这糖醋桂鱼是没有了。算了，还是叫外卖吧。大刘，您是要吃汉堡呢，还是要吃披萨呀？儿子，我告诉你啊，人生难免有挫折，老马也有失途的时候。你就在外面等着，一会儿就弄好了。啊，去。大白呀，又怎么了？哎，我想问一下啊，糖醋桂鱼怎么做啊？哎，你怎么突然自个儿下厨了？哎呀，是这样，我儿子想吃啊，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我绝对不能怂的。你先把鱼煎一下，煎完之后呢，你就倒酱油，然后呢，炖一段时间之后，你看差不多了，然后就放糖还有醋。那放多少糖多少醋啊？还有一种简单方法，你就是把鱼先煎完之后，把糖醋汁混合一块儿往里放，明白吗？那要煎多久呢？哎呀，我给你推荐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，保证你儿子还满意。哦，好啊。你现在打开手机，然后呢从里边找出大众点评，搜一个离你们家最近的餐馆，看哪家有卖糖醋鱼的，你给人打一电话，呼了。好吧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本来就是，您说您好，自己炒一鸡蛋都炒不利落，你干嘛呀？还自己这挑战自我。再不跟你说啊，我这儿忙着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哎，早就说叫外卖了吧？你看这多好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整天板个脸啊？小大人似的，要去的地方带你去了，要玩的地方也带你去玩了，你为什么还整天板着脸啊？你什么时候结婚？啊？奶奶说了，你得找着女朋友才能回去。
你奶奶还说什么了？我奶奶说，你要是再不结婚，她死不瞑目。嘿，我真的不明白，你在家的时候整天跟你奶奶吵得天翻地覆的，为什么一到我的问题，你们的口径就那么统一呢？你整天以陪我玩为名，整天陪我胡吃海喝，正经事儿不干。奶奶是派我来监督你，帮你找女朋友的。你是小孩哎，关你什么事啊？那是我后妈，当然得让我看着顺眼吧。你和你奶奶就逼我吧。啊。哦，对了，奶奶说姨奶又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，你什么时候去啊？我昨天不就是去相亲过了吗？其实我很忙的，整天还要带着你去东去西的。不用你陪我玩，你赶紧的，我去陪你找女朋友去。你说你这么大人了，人生大事让你妈操心就算了，还得让你儿子我操心。你别逃避问题，赶紧去约，我明天就陪你相亲去，行吗？行了，怕你了。哎呦，什么时候给我打不行啊？我这刚舒服。喂，大伯呀。喂，燕子，你现在有没有空啊？我这几天都有点忙，我得给我哥帮忙。连个吃饭的时间都没有？哎，你干嘛非得约我吃饭啊？哦，不是，我明天又要去相亲了。我还真没时间，你不会又怕下不来台跑不了吧？可不是嘛，是我大姨非逼着我过去。那你就去呗。那你哪知道每次相亲都不合适啊？那万一呢？万一你这回要一见钟情了呢？没准你还觉得我碍事儿呢。我现在已经有了相亲恐惧症了。大伯呀，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啊？你要抱有一个美好的心态啊！我衷心的祝福你。拜拜。哦，拜拜。哎呀。吓死我了！脸色这么不好看，怎么回事？跟我说说。啊？我大姨妈20多天没来了。啊？跟谁？尤斌。哎，你都无证驾驶的，你还不扣安全带？不是，你就离婚那天我喝高了，我就那一次，就一次，真的。不是这东西，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可能也会推迟吧？啊，这我大姨妈不会人品那么不好吧？不是，这个有的时候潮汐的变化也会影响大姨妈来的时间的，对吗？我30岁了，我现在是大龄剩女，我应该去看不孕不育科室，我怎么可能一次就有了呢？咱们面对现实一次好不好？啊，有没有都得测一下啊！你跟这叨唠叨唠一上午的没用。
反正一会儿我得把简易本买回来凑。就一次。不是，我是该说你脑子不好，还是该说那二货身体太好了？不是怎么办呢？我给他打电话。哎，我得让他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。哎，别打电话，没准测错了呢。不是，你别这种侥幸心理行吗？你现在不打电话怎么办？不是，这种事儿也不能电话说吧？等我跟他见面吧。必须说。哎，你好。问一下，那个尤斌在吗？尤斌哥啊，他说他这段时间家里有事儿，所以就没来。谢谢啊。您儿子真帅，和您一样。哎，你喜欢孩子吗？喜欢呀，我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。我上大学的时候还有辅修过儿童心理学呢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哎，听说您在美国有公司，还有2家超市，那一定有很多员工吧？您没有外债吧？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哦，对了，我要是跟您结婚了，我多久能拿到绿卡呀？这个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您看，如果我要是跟您结婚了，一定要去美国生活呀。可是我这边的父母就没有人替我赡养了，还有我父母的赡养费，您都得替我考虑周全呀。是，父母是应该赡养的。哎呀，有只苍蝇！哎呀，还有一只！哎呀，我这衣服很贵的，8毛1的，不用你。哎，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？有没有教养啊？这孩子还从美国回来的呢，怎么一点教养都没有啊？你不要说了，Barbara算什么呀？我赔你衣服就是了，就你这事儿，这就够了。儿子，走。亲爱的，有一天我会生一个孩子，然后带他，再把他养大。哎呀，想一想都太恐怖了。是啊，比养一只狗麻烦多了。你好歹还能养活只狗，我连个仙人掌我都能给养死。可是人都不都这样长大的吗？一点点成长起来，就像我养威斯克一样，不到1个月就领回来，不也慢慢养大了吗？大姐，你醒醒吧！你现在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孩子，不是一只猫一只狗。你会因为它，你的人生全部改变的。你别冲动行吗？要我说，你把尤斌叫出来，你们俩好好的谈谈。我再想想吧，等想清楚再说。大梯子，你答应我，在我没想好之前，你别跟任何人说。包括尤斌，尤其是他，你发誓？不是
怎么又发誓啊？你们今天这让我发誓，明天那让我发誓，不是还上瘾是怎么着？你要说了，咱们20年的友谊就拜拜了。好吧。儿子，刚才没磕着吧？没有，大刘，我不太喜欢今天这个女人，今天这个、前天那个我都不喜欢。哎，那大前天那个呢？那个可没有看上你，我就不用考虑了。我觉得他们吧，要么就是一脸庸俗，心里惦记你这表值多少钱，还有你这皮带值多少钱，估计你有多少身家；要么就是一副清高的样子，对我爱答不理的。一下进我们家来就板着一张晚娘脸。你整天在学校都学什么呢？谈恋爱啊？那老外的学校真不靠谱。我的恋爱经验可比你丰富，你得听我的。再说了，你这是给我找妈，当然得跟我合得来了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今年找不到，明年找。总之，我不会乱找一个女人做你后妈来虐待你的。哎，大刘，我们去青青姐姐那儿看狗吧。你心里又在搞什么鬼？我可就喜欢她，你看，温柔、善良又有爱心，你不也挺喜欢她的吗？那你要答应我，不准乱说话，我再带你去。切，我又不是你，看着女人都不知道说些什么。走吧。小哎，叔叔，你知道青青姐姐在哪？哦，在里边呢。啊，谢谢啊。姐姐，哎，小帅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我是来看大金毛的，我大刘是来看你的。你这损孩子，我真拿他没办法。这不挺好吗？我觉得你俩这种父子关系特别好，你别老板着脸装大家长。就是，青姐姐，我能带她出去玩玩吗？可以啊，我本来都散步的时间了。哎，小张。哎。你那个带着小帅退了去吗？哦，行，好的。走，小心点，大家。大刘，这边坐吧。哎，好。来，带点水。好，谢谢。等哪天有饼有空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吃个饭聚聚。我在国内啊，难得有你们这两个好朋友。好啊。干嘛呢？我老觉得你最近有点不对劲啊，跟他吵架了？没有。哎，大刘，一个人带孩子挺不容易的吧？我？不用操心了，他已经长大了，啥事都有自己的主见。虽说国外的学习不靠谱，但是自理能力很强，不用替他操心。那倒是，小帅挺聪明的。我也是幸亏有这个孩子一直在身边。别看他嘴里没大没小的，其实挺懂事的。他看见我开心不开心，他还会跟我聊天，还会开导我，还会逼我跟他一起锻炼身体，还逼我学电脑呢。嘿嘿，这熊孩子，贼精。能看出来，小帅特懂事。我也是有了孩子之后才知道挺好的，是有时候挺烦人的，但是看着他一天一天长大，一天一个样，你心里面就会觉得很开心，很有满足感。哎，青青，你应该也知道啊，从看见他跌跌撞撞不会走路，到长大了什么都知道，其实这个过程真的很奇妙。哎呦，我这个比方好像不太恰当，应该这样说吧。其实呢，养孩子的烦恼和乐趣，如果和养狗相比呢，就是把烦恼和乐趣放大，比养狗烦恼10倍，但是乐趣要大100倍。是啊，你对他情感付出，他有给你回报，对你依赖。对，我就这个意思。就是我不知道，我要当个妈妈，是不是能胜任？你吃点呗，你现在这身体状况，你补充点营养啊。我真吃不下。不是你说你想吃这个，咱俩大老远跑这儿来的吗？我
刚才是想吃，我现在我看着就特恶心。算了算了，那别吃了，你现在特殊情况。哎，要我说，去医院约个时间吧，不能再拖了。问题，我30了。30岁怎么了？我有一朋友38岁顺产，现在好着呢。我一朋友打了1次胎，以后就再没怀过。你说你不同意我俩，是因为他穷吗？对。作为好朋友，我不想让你过那样的生活。他对你好有什么用？我承认，以前我对他有成见，我觉得配不上你。现在我觉得人是挺好，好有什么用？好能当饭吃吗？就因为他穷，所以他有的是时间去陪你。我现在找一民工，找一待业青年，他能天天在家陪你，他为你跳楼死都行。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？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就是说等我生出来孩子，到进口超市想买一个进口奶粉，兜里没钱，可他过来给我的不是银行卡，是一个外衣，问我冷不冷暖不暖，但我照样想抽他，对吗？完全正确，就这意思。你别怪我狠心，你这孩子不能要，除非你想跟尤斌和好。他现在来了，他能干嘛？也就是伺候伺候你。我把他叫到这儿来，他把他所有的积蓄拿出来，也不够付你的医药费，也不够养孩子的，奶粉钱他都付不起。我有时候，我又觉得，如果一个男人肯为你付出全部，是不是就可以托付终身呢？你这不自相矛盾吗？你说尤斌呢，还是说卢耀伟啊？哎，最近事太多，我脑子乱死了。好了，别想那么多啊！来，我陪你吃火锅。吃点，吃点。以后要不然咱俩过。咱俩过。威斯给，你说妈妈会是个好妈妈吗？你来妈妈这的时候还不到1个月呢，你连上厕所还不会呢，那妈妈不也是把你养成了一个又聪明又棒的狗狗吗？你看你，身体健康，对不对？啊，心理也健康，对吧？所以妈妈还是很靠谱的。可是养孩子和养狗差别好大的，那怎么能一样呢？威斯基，妈妈已经是30岁的大龄产妇了，那个混蛋也不知道他干嘛，靠谱不靠谱？可是我真的不想生一个眼睛也那么小的孩子。嘘，这是秘密啊，不能告诉别人，知道吗？就你最理解妈妈了，对吗？